怎么了？倪雪，你没事吧？雪儿，你的头发怎么突然都变白了？契约已毁，他的死期到了。他的眼睛，这怪物！雪儿，江怀峰不仅是个骗子，他还是个怪物！你闭嘴！他就是为了傅宁雪和傅家献祭了双眼，才丢失了自己的眼睛。什么为了傅家跟我，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编的谎言。你风大小姐对他深信不疑，可并不代表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个傻子。傅宁雪，傅家发生了这么多怪事，你自己的身体也出现问题，可你却还是执迷不悟。是啊，雪儿，咱们已经走错了，可不能再继续错下去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是你的生死节，难道你真的不怕迈不过这道坎儿吗？你怎么还帮着这两个外人一起诅咒你女儿？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一直都是这个人在故弄玄虚而已。没错，他以为搞出这恶心的眼睛就能吓到我，你的任何把戏都骗不了我。江怀峰，你为这一家人做出的付出可真是不值啊！傅宁雪，我为了你付出了这双眼睛，你竟然觉得我恶心？江怀峰，你明明是自己眼睛凑巧瞎了，你怎么好意思让雪儿跟傅家帮你背这个锅？现在你的绑带掉了，谎言也被戳穿了，看我怎么帮雪儿收拾你！江慧峰，你这眼睛有意思啊，还会自己掉呢。你想糊弄大家，好歹也找个质量好一点的眼睛吧。这连糊弄大家的道具都掉了，多打脸呀！我说你这假眼睛在哪儿买的？我好避雷啊！苏明，你找死！风雨，别理他们，他们整个傅家冥顽不灵，最后食恶果的就是他们自己。谎言都说不下去了，你还在装？江怀峰，你拿这双破眼睛欺骗我这么多年，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没错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家的颜面岂不尽失？行了，都别再说了。苏明，我好像说过，我们傅家的事情轮不着外人来插手。傅董事，我只是不忍心你被这个江慧峰骗得团团转啊！苏明，我劝你最好把我的眼睛还回来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后果？你今天这两个字儿最少说了几10遍了吧？啊？后果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啊？后果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啊！我的眼睛好痛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好痛，像被火烧了一样。江怀峰，你对阿宁做了什么？哼，我什么都没做呀，他不是说我是装的吗？我只是让他体验一下我这双眼睛曾经所遭受的痛苦。小曲，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像冰窖一样，这时而冷时而热，真的好难受啊！这就受不了，这种痛苦，怀峰承受了几年，可他却一句怨言都没有。谁知道他又耍了什么手段？再说了，即便他真的帮过我们，那也是他自愿的，谁求着他？小雪，我的眼睛真的好难受啊！你别怕，一定是因为江怀峰的眼睛太脏了，有什么传染病。我现在就去给你叫医生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是。怀峰，那你的眼睛？别担心，这份契约已经毁了，我的眼睛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了。
我家江怀峰本为天神，却因跟凡间女子相恋，被罚封印修为，与他双双堕入轮回，纠缠999世。那个女子就是傅凝雪。每一世，我都以自己的双目献祭，护傅凝雪全家周全富贵，但每一世落得的，都是被他伤到尸骨无存的下场。这一世，亦死于此。凝雪，婚纱我已经让了。江怀峰，你是不是除了每天想跟我结婚，就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？你就不能想点别的话题？喂，阿明。什么？你生病了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马上去接你。江怀峰，下车。下车？外面下着雨呢。不过就是下了一点小雨，一个大男人没有这么操心。赶紧下车！阿明生病了，可我看不见呢。江怀峰，别让我再说一遍，下车！算了，再说下去就是自取其辱了。别人因为车祸剧烈撞击，已经确定失忆，不过现在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，可以出院了。江怀峰，你是我们傅家抽签选出来的女婿，失忆了也没关系，只要把你名下的资产转到雪儿名下，我就为你们筹办婚礼。婚事？抱歉了，大妈，我有女朋友，你那个婚事就没有必要。一段孽缘纠缠999世就够了。这一世，傅凝雪，我不想与你纠缠了。混账！你竟敢背着雪儿在外面找这种不三不四的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离开傅凝雪，该后悔的是他。江怀峰，你到底做了什么让我妈生气？我告诉你，我只喜欢懂规矩的男人。现在马上过去给我妈跪下道歉！怎么回事？她竟然拒绝我！江少，他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凶？原来你就是因为他气我妈的。行。江少，你是因为凝雪送我去医院，那天把你扔在路边，你生气了，对不对？都是我的错，我现在就走。毕竟你跟凝雪还有婚约，就不要闹了。谁说我要跟他结婚？一个瞎子！我傅家抽签选中你当赘婿是你的荣幸，不跟我结婚，谁还会要你？这位小姐，麻烦你对我男朋友尊重一点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哎，凝雪，你敢打我？打你，让我看日子。哎，凝雪，江怀峰，你就任由这个欺负我是吗？你嘴巴放干净一点。她是我的女朋友。江怀峰，你别以为找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来跟我闹，我就会多看你一眼。我谢你今天给我处理掉，不然别想我会跟你结婚。决心放弃傅凝雪之后，我的神力开始一点点恢复了。等7日后，我的神力完全恢复，视力应该也会恢复的。住手！他们已经走了，不用演了。
这是给你的报酬，双倍报酬。车祸醒来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朋友帮我联系了个女魔，为的就是推掉跟傅凝雪的婚约，断掉这段孽缘。他还真把我当女魔了。好吧，不过江少，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。再见面，他什么意思？大家好。小姐，您见到您的救命恩人了。昨天的事故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是境外势力的手段。幸亏江先生在高速路口拦停了人海城。交代你的事情办好了吗？今早已经派人去江家提亲了。好。江淮峰，你救我一命，我跟定你。兄弟，你帮我找的那个女魔真不错，她非常的敬业。我这边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我相信我与傅家的婚约很快就能解约。很顺利，可我联系的女魔压根就没过来。什么？没来过？那刚才那个女人……少爷，刚才京师的封家登门拜访，说想和你联姻。封家？京师第一财阀封家？传闻封家大小姐高冷神秘，不易接近。她怎么会突然想到跟我联姻？怀凤，你真的铁了心要跟傅家小姐解除婚约？我听说傅小姐24岁是个大坎，大师批命，只有跟你在一起才能断恶缘迎新生。还有1周就是她24岁生日了。大师批命，断恶缘迎新生。傅凝雪的新生燃烧的是我的生命，999次的轮回燃烧已经够了。再说，我献祭了自己的双目护她跟傅家，只要在她24岁生日之前，我不睁眼恢复视力，她依旧可以平安度过这次大劫。这也算是我为了她做最后一件事。刘叔，帮我联系封家，就说我同意联姻。少爷已经确认过了，老夫人的遗物就在今年，还没明台上。好，当年我被贬入凡间，进了轮回，我的坐骑飞龙也随我一起。这999世都一直在我身边守护着我。这一世，她是我的母亲，那枚遗物上存有她的残魂，可以利用起来复活她。前2日还说要跟我退婚，今天又玩起跟踪这一套了。你别自作多情了。欲擒故纵也要有个限度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引起我的注意了？傅凝雪，你太自作多情。江淮峰，凝雪怎么了？是不是又难受了？没事儿，老毛病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凝雪，离你24岁生日越来越近了。大师说过，你只有嫁给江淮峰，才能迈过那道坎儿。要不，我去跟他认个错，不管是跪着还是趴着，我去求他，只要他能送我跟你结婚。你还真信那什么大师的胡言乱语？要不是为了让家人跟合作伙伴放心，我会答应跟这个瞎子结婚。跟我得寸进尺，江淮峰，待会儿拍卖会要你好看。这枚钻石戒指曾被伊丽莎白女王佩戴过，起拍价50万。55万，55万，500万，500万，500万1次，500万2次，500万3次，成交。江淮峰，这只是给你的一点小小的教训。给我教训？这个戒指价格最高不过100万，花钱当冤大头，真蠢。翡翠麒麟狮子，请出价。180万，200万，200万，成交。
250万，300万。唐思平480万，700万，成交。江淮风，跟我闹，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，你一个瞎子，只配被我踩在脚下。少爷，老夫人的遗物已经被送上台了。这枚无字玉牌是著名玉石雕刻家青山大师的遗物，起拍价500万。1000万，1100万，1500万。林雪，还有举牌吗？这玉佩看起来不值那么多。1个亿。江淮风，你还跟吗？傅宁雪，别太过分。过分！1个亿不过是我傅氏商业帝国微不足道的一点资金，但是你，江淮风，恐怕没那么多钱。傅宁雪，你可知我傅家商业帝国财力滔天，靠的是我献祭双眼换来的吗？这枚玉佩看起来对你很重要，这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过来给我跪下道歉，承诺从此不再忤逆我，乖乖听话，我就把它送给你。江少，宁雪已经给你台阶下了，别犟了，道歉吧。反正你们迟早也会结婚的。我们不会结婚。刘叔，傅宁雪，这个玉佩你真喜欢的话，就自己留着。等我实力恢复，复活飞龙，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哎，宁雪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那玉佩拿过来！等等，那个玉佩，我点天灯。江总，不好了！傅氏集团今早宣布要封杀我们江氏所有产品，不允许任何公司和我们合作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江总，你马上把名下所有的财产、股份转移给傅小姐，并且去她的生日宴跪下给她和苏明道歉，然后答应和她结婚。傅宁雪，你大概也只能有这些手段了。他人在哪儿？在她的生日宴上。我倒是忘了，今天就是傅宁雪24岁生日。准备衣服，安排车子，我要去。是。江总，这是我家小姐给您的礼物。礼物？你是谁？你家小姐又是谁？我家小姐姓封，这份玉佩是我家小姐昨日在拍卖会上以点天灯的方式所得。封小姐，玉佩？你是说你家小姐以点天灯的方式从傅宁雪手里抢来的？江总，我家小姐说了，您喜欢就好。没错，这的确是飞龙留下的，上面有他的气息。喂，你好。玉佩收到了吗？收到了。你是封小姐吧？这块玉佩虽然对我意义深重，但真不值得您点天灯的方式。你值得，他就值得。另外，傅家对你们公司的封杀，不要在意，我会处理好的。封小姐，喂，值得。我跟封家大小姐素未谋面，她怎么会？江总，去生日宴的车准备好了。傅宁雪，今日过后，我们999世的恩怨也该画上一个句号了。傅小姐，生日快乐！听闻傅家最近有望拿下封家的投资，跻身世界100强家族。
傅小姐带领傅家，短短几年追上了封家的脚步。24岁之后，肯定还会大放异彩的。我傅家距离封家还有很远的距离，但封大小姐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，也是迟早要超越的对象。这江家不是被傅家封杀了吗？这江淮风还敢出现？听说是傅家大小姐24岁有一个大坎儿，必须要跟那个瞎子结婚才能够顺利度过。那瞎子不从，傅小姐正打压他呢。这傅家现在是除封家以外最大的家族，这傅小姐能看得上这个瞎子，也是她三生有幸。她还排起谱来了。傅小姐今年就24岁了，我家也没啥，那大师说的也不准啊。江总，傅小姐就在前边。江淮风，这就沉不住气了，是不是跑过来跪着给宁雪求原谅啊？哼，平时你自己跪多了，看谁都是跪着的。你，江淮风，我是比不上你，但是你记着，只要有宁雪在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迟早都会是我的。江淮风，你为什么要推阿明？宁雪，你不要怪江总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出现在江总面前，惹他不高兴。宁雪，今天是你24岁生日，你就不要再因为我跟江总闹不愉快了，毕竟你们两个还要结婚呢。江淮风，道歉。我没有推他。苏明，你是不是忘了这里到处都是监控？只要把监控调出来，真相就会一清二楚。糟糕，我竟然忘了有摄像头，这可怎么办？傅宁雪最讨厌别人骗她了。不需要，我相信阿明。江淮风，你这玉佩哪儿来的？宁雪，这不是拍卖会上的玉佩吗？江淮风，你竟然找人在拍卖会上假装点天灯，从宁雪手里骗走这玉佩。傅宁雪，把玉佩还给我，那是我的。江淮风，你一个瞎子，上流社会除了我，谁会多看你一眼？谁又会为了你点天灯从我手里抢东西？是谁你管不着，你把玉佩给我，把玉佩还给我。哎，江总。傅宁雪，我为了你，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江淮风，收起你这可笑的一套！你一个废物，也敢把我的荣耀归结到你自己身上？傅宁雪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把玉佩还给我，你别逼我。是吗？那我更不还了，我现在就把你这破烂货给摔了！不要！玉佩在，飞龙魂魄就在；玉佩碎，飞龙就会魂飞魄散。傅宁雪，江淮风，玉佩我已经摔了，你自己也最好明白了。你一个废物，能被我傅宁雪看上，也是你的荣幸。忤逆我，你的下场就跟这破玉佩一样。宁雪，你和你们整个傅家都会后悔的。今天我就能恢复本有的神力了。宁雪，你看江总这么生气，他不会要拿你跟他的婚约威胁你吧？啊？小姐，出事了！您送给江先生的玉佩被砸了。什么？傅宁雪不仅砸了先生的玉佩，还在逼迫先生答应婚约。傅宁雪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抢我男人！
召集人马，随我踏平傅家。是。江怀峰，你别以为大师说我24岁有坎儿，我就非你不可了。我凤凝雪可不吃这一套。现在你推阿明抢我玉佩，给我们道歉。给你们道歉，我们不配。冥顽不灵，让他乖乖道歉，磕头100下。是。滚！送给我。傅凝雪，我还心怀慈悲，继续用丝带遮掩，试图保你性命，却这样羞辱我。凝雪，你可对我真好。但是江总也是大师算过，要指定跟你结婚的人，要不就算了吧。算了，我凤凝雪福大命大，什么24岁大坎，今天就是我24岁的生日，坎呢？江怀峰，我就不信我这顺遂的一生能有什么坎。我选择跟你结婚，也是看在你无父无母，可怜你罢了。你是可怜我吗？你根本就是口是心非，害怕24岁大劫，想继续压榨我。这是结婚协议，签了它，把你名下所有的财产转给阿明赔罪，我就大人有大量原谅你，跟你继续婚傅凝雪，傅凝雪，我江怀峰这辈子做出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帮了你跟傅家。江怀峰，你帮了我跟傅家，你这是没睡醒吧？我傅家如日中天，我凤凝雪前途一片光明，我用得着你帮？凝雪，别理他，江总可能是出车祸呀，连自己脑子也给撞傻了吧？咱俩呀，多体谅体谅他。江怀峰，你最好也记清楚，我现在还要你，还答应跟你结婚，已经是对你一种莫大的仁慈，别再挑衅我的耐心。按手印。我是不会按的。啊！凝雪，谢谢你，我感觉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对我最好了。傻瓜，你救过我，我当然要对你好啊！走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律师，把江怀峰的一切都勾回到你名下。好，把他给我关进祠堂，好好反省，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错了，什么时候把他放出来跟我结婚。傅凝雪，还没过5年，你24岁生日还没过完吧？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我现在就让你付出代价。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哟，我们江少怎么变成这样了？真是吓死人了啊！苏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干什么，我就是很不爽。你都这样了，凝雪还想着跟你结婚呢。苏明，苏明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过没关系，你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。只要你一死，凝雪以后就是我一个人的。苏明，你疯了吗？
还有几个小时，应该就能恢复神力了。我不能死，绝对不能死！我说要你死，你就得给我死！给我围住傅家！今天江淮风要是在傅家少了一根毫，我就让整个傅家陪葬！怎么着火了？宁雪，是江总，他说他得不到你，就要毁掉你。你用傅家祠堂困住他，他就要放火烧了傅家祠堂。江淮风，你这个疯子！傅宁雪，今天如果我在这里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们傅家都得遭殃。对了，宁雪，我差点忘了，大师说过你必须嫁给江淮风。宁雪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今天搭上我这条命，我也把他救出来。别管他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里大放厥词。既然他认不清现实，那就借这场火，让他好好清醒清醒。你想要谁清醒清醒？江淮风呢？你是谁？滚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江淮风，你怎么样了？没有。你是风雨，是吧？我先将你出去。站住！哎，你不是那个女魔吗？还敢来傅家？来人，给我拦住他！给我滚开！反了天了！一个卖身的女魔，也敢来我傅家祠堂撒野，真当我傅家没人了？来人啊，给我拿下！夜魔，风雨就是那天出现在病房里的女魔。海风，上次你打了我2巴掌，这次我要10倍100倍的还回来！一个女魔什么时候也有了这么大的气场？老爷回来了！老傅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这儿有个女人在咱们家撒野，快找人把她抓起。爸，他就是江淮风在外面养的姘头，上次还打了我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教训他。啊！我看谁敢在我傅家撒野！是我，风大小姐。风大小姐，她就是年纪轻轻就开创了全新商业模式，带着风家连续登上最强企业的风雨，我的偶像。闭嘴！我可不想当你这种偶像。可上次在病房里，她明明就是个女魔呀。闭嘴！什么女魔？她可是风家的大小姐，整个京圈都得看她脸色行事。风大小姐，刚才多有得罪，这里给你赔不是了。风雨竟然会为江淮风出头，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风大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江淮风心思歹毒，一次次想置我于死地。宁雪只是想帮我讨一公道，所以把他关进祠堂反省他，但没成想他竟然想放火烧了祠堂。是呀，风小姐，今天的事情啊，都是他自作自受。自作自受。风小姐，我不知道江淮风是用什么手段蛊惑你，但他这个人心术极其不正，这些年来一直自视是我的化劫之人，想要牵制我，甚至口出狂言，说我傅家如今的荣耀也是他的功劳。可惜。是风小姐，宁雪一直是你们偶像的，正是因为向您学习才会这么优秀。那如果真如江淮风所说，那说您的一切是不是也是拜他所赐？他救了我一命，理应分享我的一切。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瞎子而已。风小姐，你跟他呀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快把他放下吧。
就是还不快把那个匣子接过来，别脏了风小姐的手。滚开！林雪，我不管你们怎么想，但凡怀风今天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们信不信我让傅家今天从京师消失？车呢？小姐，车已经在路上了。风小姐，您为什么一定要带走江怀风，而且还这么护着他呀？我带走我的未婚夫，我不护着他，难道护着你？未婚夫？什么？不会吧？不是，他不是。冯小姐，您搞错了吧？江怀风是我未婚夫，他就算失忆了，但这门亲事在京师早已经人尽皆知了。是啊，冯小姐，怀风和我闺女是大师批命立下过婚书的，而且这婚书还经过了大师的法力加持的。什么大师？我风雨的男人，我但凡他有滔天的法力，都休想抢走。冯小姐，您这么做是故意针对我傅家了。你分明知道我命中有坎，需要跟江怀风结婚才能得以压制。对，我就是针对你。你不是要死，那就早点死，好给我们怀风让路。冯大小姐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难道不是你们先相信什么狗屁大师，以为怀风就是一个配不上他的瞎子，还摔了我给怀风的玉佩？什么？那玉佩是你送他的？竟然是你！是了，整个大夏也只有你风雨能点天灯，从我傅凝雪手里抢东西。怎么，现在要非他不嫁了？难不成你要做个又当又立的？风小姐，不是这样的，明明是江总处处针对我，傅小姐才会。闭嘴！跟我说话。小姐，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老公，我这就带你去医院。走。风雨，你3番5次从我手里抢东西，打我的脸，我不会让你得逞。爸妈，难道你不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把江辉峰带走吗？不行，江怀风只能是我傅家的女婿。今天江怀风必须跟雪儿结婚。可是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这可是风家呀！风家怎么了？大师说了，雪儿命中有坎，今天是她24岁生日，24天还没有过，那她的生日就还没有结束。江怀风必须跟雪儿结婚。为什么看着江怀风要被人带走，我心里会这么难受？江怀风这个瞎子，好像其实也没那么不好。宁雪，我知道你昨夜为了应酬熬了整整1夜，我今天特意一大早给你熬了1碗粥，你快喝了吧。宁雪，你别怕，我知道你害怕打雷，你放心，我会整夜陪着你的，你安心睡吧啊。江总，我求求你别闹了，不要再让宁雪为难了。江总，我知道是我的出钱让你不开心了，但是我保证，你只要答应跟宁雪结婚，我绝对彻底消失，绝对不碍你们的眼。啊，江总，你醒醒！怀明，江怀风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你下跪？风小姐，我今天绝对不允许你带江怀风离开。不许！你算老几？你风家是家大势大，但也不能仗势抢我的未婚夫吧？还是说你为了一个江怀风，连整个风家的颜面都不顾呢？我就是能做到。怎么，你做不到，恼羞成怒？我恼羞成怒什么？江怀风不过是利用你挽回我，你这工具人还当真了？风雨，我跟江怀风可是有过婚书的，我才是正宫。风大小姐，我闺女和怀风确实是立过婚书，而且他们两个
一直都很爱慕呀。怀风，你醒了？我好多了，谢谢你，凤小姐。走，我先带你去医院。不急，我想要把该处理的事情先处理掉。该老做的事情，难不成你还想留在傅家？江总，你终于醒了，只要你答应不再跟雪儿闹，我保证。江怀风，你别以为我不让凤小姐带你走是喜欢你，你再敢这样伤害苏明，你能怎样？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告诉凤小姐，你想娶的人到底是谁？雪儿，我没事儿。江总，宁雪已经给你台阶下了，你就别不识好歹了。怀风啊，我知道你和雪儿闹了矛盾，但是也不能拿婚事开玩笑吧？江怀风，你勾引风小姐，不就是为了让雪儿吃醋吗？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。说实话，傅家呀，还有你的一席之地。江怀风，这是我风家祖传的项链，怀风，今天我要送给你，这也就代表着从此以后你是我风家的一份子。什么？这风家的祖传项链价值上亿，风大小姐就这么送给江怀风了？江怀风，你可想好了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手上，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，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失去一切。哼，真正失去一切的不会是我。怎么，你还真想娶风雨？我当然要娶风雨，我不选择风雨，难道要选择一个将死的人？一个24岁有一个大坎的你，傅大小姐吗？江怀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想悔婚？傅宁雪，我为了你跟傅家，献祭了我自己的双眼，这才有了你们之后傅家的蒸蒸日上，甚至一跃站在了精致的金字塔尖儿。而你傅宁雪呢？你一次一次的为了这个满嘴谎言的男人置我于死地。我不与你悔婚，我留着你祸害我。江怀风，你眼睛瞎了？为什么非要跟傅家扯上关系啊？江怀风，大师夸你几句，说你能救我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我和傅家的救世主了？雪儿，许多年以前，咱们傅家遭受过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，怀风他确实是傅家遭遇经济危机，他碰巧瞎了眼睛，他就是咱们家的救世主了。老头子，你是疯了吧？就是啊，傅叔叔，傅家根基稳固，宁雪又这么优秀，傅家走向成功是必然的，跟他江怀风有什么关系？吵吧吵吧，最好吵得再凶一点。等江怀风跟傅宁雪解除了婚约，我就是傅家的女婿。风小姐，你看清楚这个瞎子的嘴脸了吧？这个瞎子，我傅家可以不要，我跟你争，只是不希望你也被蒙蔽。傅宁雪，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，从始至终，我骗过你什么？怀风，我们不要跟这种眼开心眼的一般见识。我相信你，傅宁雪，怀风他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。你那个什么狗屁婚约，可以取消。不知好歹！事已至此，无需多言。傅宁雪，我已做出选择，我要与你解除婚约。即便是解除婚约，也得由我来解除。一个瞎子还想操纵你的人生，做梦！雪儿，不可以呀！宁雪，你可想好啊！我已经想得够明白了。来人，把那纸婚书和同心锁给我取过来。雪儿，这件事情你可不能冲动啊！大师说过，这一纸婚约一旦撕毁，大劫必临呐！狗屁大劫！老头子，雪儿是咱们的亲生女，她有多优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咱们家难道要指望她一个瞎子吗？传出去岂不被人笑？雪儿，别听他的，你想摧毁婚约，
妈支持。孩子，你别听你妈的话，这是万万不可以啊！尤其是这同心锁，这可是怀风跪了9999个台阶才求下来的，而且大师说过，一旦损毁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傅小姐，怎么还不辞职婚约？难道是不怕？怕！一个瞎子的话，也只有你风小姐会相信。江怀风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我傅家的荣耀，还有我的命数，跟你这个瞎子到底有没有关系？雪儿，有些事情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爸，您就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，才会被他这个瞎子牵着鼻子走。没错，事已至此，咱们家要是软下去，传出去岂不被人笑话？江怀风，今天我就要跟你解除婚约。好啊，我没意见。那傅小姐，麻烦动作快点，我还要带我的未婚夫回家呢。你，孩子，你就听爸一次，这件事情我们再考虑考虑好不好啊？有什么好考虑的？咱们家的性命，雪儿的性命，都不是他江怀风能承担的。雪儿，撕。什么狗屁大师批命，什么狗屁24岁大姐，今天就是我24岁生日，我倒要看看，我毁了这婚书，会不会有道来踢死我？瞎子，你看清楚，是我，不要你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电闪雷鸣了？这撕毁了婚约，是惹来了天怒啊！就算是天怒，也是你们这些人活该！解什么解？什么天怒？只不过是巧合罢了。是啊，傅叔叔，我还专门看了今天的天气预报，今天本来就有雷阵雨，这一定是正常的天气气象。你懂个屁呀！这就是天怒！爸，什么天怒？我还好好的站在原地呢。瞎子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大姐呢？既然已经一别两宽，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：做人别太小，说话声音太大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想说婚书毁了不作数？还有这个同心锁。芷儿，你别闹，你快把同心锁放下！我不放，我现在就要砸了它，我倒要看看能有什么后果。孩子，这个同心锁可不能再砸了，这万一对傅家、对你的运气会带来很大的影响。有什么影响？老傅，你怎么信这么荒唐的东西啊？这传出去，别人要笑死我们傅家。爸，难道你真觉得我们要靠江怀风这个废物，我们傅家才会有气运？傅叔叔，我看这根本就是江怀风伙同那些什么所谓的大师编造出来的谎言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。既然是胡话，那傅小姐快点走吧。我都快困了。你真的困了不？那我们走。走，江怀风，你想走哪儿去？现在我就让风小姐好好看看你这个骗子的真面目。住手！住手！善缘大师，善缘大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掐算到你们傅家将会发生重大的变故，所以我就赶来了。什么善缘大师？我看根本就是伙同江怀风来欺骗我们的骗子。不得无礼！善缘大师，小女刚才一时冲动，把婚书给撕了。你看现在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挽救一下？有什么好挽救的？他刚刚不是还信誓旦旦的说什么撕毁婚约就可以这样那样的？那现在一切都还好好的吗？这已经足以说明他跟这个所谓的大师都是骗子。事已至此，因为父子早就没有可以挽救的机会。江怀风，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打肿脸充胖子呢。
我要是你，我早就过来跪下，给宁雪认错了。我的嘴啊！我跟傅家的牵扯即将画上句号，看来我也快要恢复神力了。没事吧？怎么突然受伤了？一定是江怀峰，一定是他用了什么邪术。宁雪，你得赶紧跟这种人撇清关系，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江怀峰，你到现在还在伤害阿明。傅小姐，我提醒你，你跟江先生牵连一旦断了，傅家和你将会陷入不幸和苦难之中。闭嘴！我傅家的事情轮不到你个外人来说三道四。我现在就砸了这同心锁，揭开你跟江怀峰的骗局。不要！自作孽不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哼，同心锁我已经砸了，然后呢？你们说的报应呢？不仅是我，还有整个傅家，不都是还好好的吗？雪儿，别跟他们废话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我看谁敢！别担心，就凭他们，还动不了我。江怀峰，我给了你很多次机会。原本我不想把事情闹得这么难看，但现在你谎言揭露了，却还不知悔改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笑什么？我在笑，我在笑你啊！我在笑你死到临头还不自知，就跟个傻子一样。说我死到临头？好，我现在让你看看。到底谁才是死到临头的那一个？雪儿，这灵牌的掉落是一种警示啊！什么警示？一定是这一场大火烧毁了这些架子，牌位才会掉落，跟我毁了婚书、砸了同心锁没有任何关系。喂，什么？什么？怎么了？干嘛丧着一张脸啊？他们打电话过来说，我们傅家的祖坟被雷给劈了。雪儿，如果说这灵牌掉落不是警示，那祖坟被劈呢？孩子，这难道还不是一种警示吗？难道你非得等到一切无法挽回，你才要去后悔吗？这祖坟的位置不是你自己选的吗？我当时就说了，这个位置风水。你现在要把自己的错误归咎到女儿身上吗？就是，爸，你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被吓得失去了判断力。你们两个，哎呀，山野大师，我求求你帮帮我们傅家吧，只要能回到正常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如今只有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用傅小姐和江先生指尖血重新鉴定婚书，建立节气。这婚书既然已毁，哪有再签的道理？更何况，江怀峰现在已经是我风雨的未婚夫。风大小姐，您是荆门第一豪门的千金小姐，您想要什么样的男人都有啊！如今我傅家危难之际，我求求您，能不能把怀峰让给我们傅家呀？我风雨的东西尚且没有让给别人的，况且这是我风雨亲自选的你未婚夫。怀峰，那我求求你了，你能不能跟小雪重新恢复婚约呀？爸，你发什么疯？你为什么要去救江怀峰？那是因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傅家毁于一旦，我更不可能看着你惨遭重创啊！陆川生，他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他说什么你都信？傅董事长，我很抱歉，傅家命该如此，谁也救不了。至于傅明雪，我用我双眼陷阱，只要她在24岁生日的时候不睁开眼睛，她便可以安然度过劫难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怀峰，谢谢你啊！江怀峰，你
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爸信你这些鬼话，我可不信你。好，我希望你傅小姐说到做到，如果吴桐夫给了林雪，看来江怀峰还是不死心，还想给傅叔叔洗脑。我看不管是牌位掉落，还是祖坟被劈，都是他设计的。江怀峰，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傅小姐，整个傅家，包括你自己的生死，都掌握在你的手里。如果你再一意孤行，那将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大错。大师，人各有命，无论他们要面临什么样的因果，终究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江怀峰，你还装的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来，你说你献祭你这双眼睛是为了保全傅家和宁雪，那你告诉我，宁雪之前带你去治疗，你为什么不配合？我看你就是装瞎！给我闭嘴！傅家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一个外人在这评头论足。雪儿，你赶紧给怀峰道个歉，服个软吧你！我为什么要服软？他满嘴谎言，联合这个骗子设下骗局。我傅宁雪又不是傻子，凭什么让他们把我耍得团团转？既然傅小姐如此固执，那就做好承担一切因果的准备吧。你少在这里危言耸听！我傅宁雪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你以为我会因为你这三言两语被吓到？宁雪，我支持你。你再敢多嘴，我废了你的嘴！孩子，刚才大师也说了，今天是你24岁的生日，是你要经历过一个生死大劫。如果能够平安的度过，你后半生就会平安顺遂。可如果闯不过，傅传生，你够了！你现在是跟2个外人去诅咒自己的女儿吗？有一点累了，我们走吧。怀峰，你别走，我求求你了，求你恢复跟雪儿的婚姻之约吧。你也知道，今天是雪儿的生死劫之日，你可不能不管呀！傅传峰，你疯了吗？男人跪天跪地跪父母，你在这儿给我跪一个瞎子！我当初也是瞎了眼，找你这么一个人当赘婿啊！你别再说了。怀峰，你和雪儿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，我知道你不会不管她的，对吗？爸，你别再求他了，难道你们都看不出来吗？他就是为了想要跟我结婚，想要得到我的一个手段罢了。傅小姐说的没错，一眼就把我的把戏给看穿了。你说的对，这就是我的手段，我就是在骗你。所以咱们俩的婚约，这下算是彻底解除。我江怀峰跟你们傅家，从今之后再无任何瓜葛。风雨，我们走。站着！江怀峰，我让你走了吗？你又装眼瞎，又欺骗我们傅家，现在还想安然离开这里？你真当我们傅家都是一群死人吗？来人，现在就把他的绑带给我摘下来！谁敢动？风大小姐，现在是傅家，你今天说了不算。来人，给我摘下来！真是一只不知死活的东西！我要把封家的护卫队叫来。风雨，不用这么兴师动众。你们不就是想看我摘下绑带的样子吗？我亲自摘。江先生，你用自己的双眼献祭，并以此和傅家建立了联系，而且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福报和恩泽都传给了傅家，帮助傅家度过了危机，成就了今日的荣耀。而这丝带更是不能摘，今日如果摘了，那傅家可真就完了。你个老东西，还在这里危言耸听！来人，把这个妖言惑众的老东西给我抓起来！不是。的确，是妖术，跟江怀峰刚才用的一样，他们一定是一伙的。好大的胆子，敢在我傅家使用妖术！傅夫人，我今日特地赶来，本想祝你女儿平安度过生日节，没想到
多此一举啊！大师，我求求你，我女儿从小娇生惯养，说话没轻没重的，您别放在心上。你一定要救救我们傅家，我们傅家100年的荣耀不能毁在我的手上。大师，傅川生，你给我起来！我不是跟你说了，不许你跪这2个骗子！爸，你难道还没有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吗？从一开始他们就危言耸听，说撕毁婚书会如何如何，现在眼看着谎言说不下去了，又扯出双眼献祭这样的说法。今天我就非要看看，如果我摘了江淮风的丝带，又会如何？够了！男人膝下是黄金，这个道理我不懂吗？这些年你见过跪过谁？可今天的事情事关我们傅家的存亡，你们2个能不能别闹了？我求你们了！我看真正胡闹的是你。雪儿，去摘，有什么后果，妈跟你一起担着。恐怕这后果你们承担不起。是吗？但我更要看看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后果，还能是我傅家所担不起的。我的这双眼睛，是为了你跟傅家与天地形成的契约，以此来成就你们傅家和你傅凝雪一世的安康。如今这份契约还未到期，如若强行摘掉我的绑带，就如同毁了这份天地契约。江淮风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扯呢？好，那你告诉我，如果毁了这份天地契约，我会如何？会马上吐血，恶病缠身，不久之后便不治身亡。而你们傅家，从此以后也会陷入更加恐怖的苦难。江淮风，你好大的胆，竟敢诅咒傅家和雪儿！雪儿，你千万不能放过她！让你多嘴，多嘴，多嘴！你才敢挑拨离间，坏我家坏事！我让你的命没了！傅凝雪，从小到大，你如此的骄纵，我真正管过你吗？但今天这个事情，你必须要听我的！马上跪下，给大师还有怀风给他们赔不是啊！爸，从小到大我也几乎没有忤逆过你的意思，所以当初你让我抽取江淮风这个瞎子成为我们傅家的女婿，我也认了。但是今天，我一定要让你认清这场骗局的真相。你这孩子怎么听不懂人话呀？起来。江淮风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说出真相，你承认你和这个老东西互相勾结，欺骗我们傅家，我就可以饶你一命；不然，就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。我没什么可承认的，该说的都说。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孩子，孩子，你听到了吗？这天来的声音，就是在警示你啊！什么警示啊？不过是故弄玄虚吧。原本，如果你能听话，不去伤害跟挑衅阿米，对于你的谎言，我也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就这么陪你演下去。但是现在，如果我还不揭穿你的谎言，那我傅凝雪往后岂不是就成了笑柄？闭嘴！不用以后，你傅小姐现在不已经是笑柄？风小姐对江淮风还真是盲目维护啊。好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，咱们到底谁才是那个笑柄。你不要！果然，江淮风，你就是一个骗子。这丝带我已经摘了，可是后果呢？爸，你也看到了，这就是一场骗局，没有什么后果，也没有什么生死劫。本来就是，我们傅家拿到的一切成就，都是我们傅家应得的，关他什么事儿呀？现在这谎言戳破了，你的死期也到了。你的话说反了，真正死期到，是你们。雪儿，雪儿，雪儿，你怎么了？凝雪，
你没事吧？雪儿，你的头发怎么突然都变白了？契约已毁，他的死期到了。他的眼睛，这怪物！雪儿，江怀峰不仅是个骗子，他还是个怪物！你闭嘴！他就是为了傅宁雪和傅家献祭了双眼，才丢失了自己的眼睛。什么为了傅家跟我，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编的谎言。你风大小姐对他深信不疑，可并不代表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个傻子。傅宁雪，傅家发生了这么多怪事，你自己的身体也出现问题，可你却还是执迷不悟。是啊，雪儿，咱们已经走错了，可不能再继续错下去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是你的生死节，难道你真的不怕迈不过这道坎儿吗？你怎么还帮着这2个外人一起诅咒你女儿？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一直都是这个人在故弄玄虚而已。没错，他以为搞出这恶心的眼睛就能吓到我，你的任何把戏都骗不了我。江怀峰，你为这一家人做出的付出可真是不值啊！傅宁雪，我为了你付出了这双眼睛，你竟然觉得我恶心？江怀峰，你明明是自己眼睛凑巧瞎了，你怎么好意思让雪儿跟傅家帮你背这个锅？现在你的绑带掉了，谎言也被戳穿了，看我怎么帮雪儿收拾你！江怀峰，你这眼睛有意思啊，还会自己掉呢。你想糊弄大家，好歹也找个质量好一点的眼镜吧。这连糊弄大家的道具都掉了，多打脸！我说你这假眼睛在哪儿买的？我好避雷啊！苏明，你找死！风雨，别理他们，他们整个傅家冥顽不灵，最后食恶果的就是他们自己。谎言都说不下去了，你还在装？江怀峰，你拿这双破眼睛欺骗我们这么多年，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没错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家的颜面岂不尽失？行了，都别再说了。苏明，我好像说过，我们傅家的事情轮不着外人来插手。傅董事，我只是不忍心你被这个江怀峰骗得团团转啊！苏明，我劝你最好把我的眼睛还回来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后果？你今天这2个字儿最少说了几10遍了吧？啊？后果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啊？后果呢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！啊！我的眼睛好痛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好痛，像被火烧了一样。江怀峰，你对阿明做了什么？哼，我什么都没做呀，他不是说我是装的吗？我只是让他体验一下我这双眼睛曾经所遭受的痛苦。小雪，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像冰窖一样，这时而冷时而热，真的好难受啊！这就受不了，这种痛苦，怀峰承受了几年，可他却一句怨言都没有。谁知道他又耍了什么手段？再说了，即便他真的帮过我们，那也是他自愿的，谁求着他？小雪，我的眼睛真的好难受啊！你别怕，一定是因为江怀峰的眼睛太脏了，有什么传染病。我现在就去给你叫医生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啊！是。怀峰，那你的眼睛？别担心，这份契约已经毁了，我的眼睛很快就能恢复正常了。江怀峰，你果然是
是在装瞎，敢欺骗我们，一定让你付出代价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慧月，让我自己来。还敢用这些歪门邪道垂死挣扎？我就不信我动不了你！雪儿，不要啊！叶璇，雪儿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雪儿，肯定是大师说的话应验了。什么应验？一定是他搞的鬼！说，你对雪儿做了什么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一旦摘了绑带，契约就毁了，傅凝雪就活不了了。而你们傅家的不幸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只害凝雪，现在又来诅咒我们傅家，到底是诅咒还是事实？你们走着瞧。老爷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刚刚工厂那边传来消息，说刚刚引进的生产线发生了爆炸，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，还损失了至少10个亿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这条生产线是目前国内最新也是最权威的，怎么可能轻易发生爆炸呢？肯定是因为你们不听劝阻，执意要毁了这份契约。就算毁了这契约，我傅凝雪也不会死。我上周刚做了全身体检，能有什么问题？没错，这些背后都是江淮风在搞鬼。凝雪，江淮风手段恶劣，一定不能放过他。雪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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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快叫医生来！医生怎么还没有来啊？淮风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傅家，救救我们小雪！不管他们说了什么，你都不要放在心上。我替他们给你道歉，念在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的情谊上，你就帮帮我们好吗？青梅竹马的情谊，打从傅凝雪摔碎我母亲遗物的那一刻开始，这份情谊已经毁了。还有刚才他们是怎么对怀风？难道你都忘了吗？怀风差点死在这里。是，傅传胜，你给我回来！不就是傅家出了一点小意外，咱们的女儿生病了吗？我就不信了，傅家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些风风雨雨，今天没有了她，就过不了这个坎了。你还真的看不出来吗？这一次，我们傅家是真的要完了。你，跪下！雪儿，救我！救我！怀风，你知道吗？在他没有出现之前，你们俩的感情一直都很好的。那时候你也很爱他，就是因为他这个祸害挑拨了你们的感情。现在我让他跪下给你磕头。雪儿，救我！雪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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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人，让他跪着给他磕头，给怀风道歉。救我，雪儿！这个苏明确实该死，但造成这一切的是傅凝雪自己的选择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有送给你们4个字：自求多福。不要，大师，怀风，你们救救我们家吧！只要能救着我们傅家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。大师，大师，医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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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小姐的脉象很奇怪，或许是我才疏学浅，实在诊不出一个结果来。怎么可能？你是全国最权威的医生，你怎么可能诊不出来？抱歉，老夫人，我确实无能为力。医生，雪儿，雪儿，你要撑住，你不要吓妈妈。怀风，怀风，你都看到了，大师也走了，医生也束手无策，我现在只是求求你了，帮帮我们好吗？江怀风，是你把雪儿害成这个样子的，难道你真的准备见死不救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，救不了你的女儿。对了，我还要提醒你们一句，让这个该死的苏明将从我那抢走的股份给我还回来，否则你们傅家将死得更惨。怀风，怀风，
江淮风，你个卑鄙小人！这下我们4个全完了。雪儿，罢了，还有公司，现在怎么样？公司的事情现在比较复杂，你爸呀已经去公司稳定时局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一定是江淮风用了什么歪门邪道，才把我们傅家害成这样的。既然是故弄玄虚，那就一定有解决的方法。你放心，不管是你的病，还是公司的事，都一定会好起来的，放心吧。公司的事情怎么了？儿子，好些了。你听爸说，现在你跟我一起去找江淮风。啊，这男人呀都好面子，你只要当他面给他服个软，他一定会答应你重新给你订立婚约的啊。我让你去解决公司的事情，你怎么天天脑子里想着去求江淮风啊？是啊，爸，你还没看清现实吗？真正没有认清现实的人是你们俩。哎呀，现在公司生产线没有了，一堆的订单交不出去，再这么下去啊，我们不仅会失去富士集团，而且会背上巨额的债务。我还以为是多大的事儿呢，不就是钱的问题吗？只要有钱啊，什么都能解决。那你跟我说，这钱从哪儿生出来呀？你忘了，这个生产线的供货方程总曾经说过，如果呀我们需要资金，他会全力以赴的。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哪还有什么程总，早就人去楼空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您好，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电话是空号？我前2天还联系过他的。别打了，我都已经打听完了。你这个程总，他做的生产线根本就不具备生产资格，他所有的证件都是伪造的，所以生产线才会爆炸。等到事发以后，这个人马上就消失了。不会的，我跟程总都是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，咱们家的大项目都是他介绍的。妈，你先别慌，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。孩子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怀风。他说的没有错，咱们傅家这么多年之所以顺风顺水，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庇护。可现在你们也看到了，失去了他的庇佑，那咱们家就乱套了呀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信这些？我就不信了，凭我这么多年的人脉，就帮不了傅家渡过这个坎儿。妈说的对，只要我们一家人同心协力，一定能渡过这次难关的。他不是说他庇护过咱们傅家，咱们家离不开他吗？好，那我就让他瞧瞧，咱们不但离得了他，而且离了他还会越过越好。老爷太太，警察来了。警察同志，哪位是沈清燕？我是。你涉嫌参与非法交易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们傅家一向安安分分的做生意，绝不参与任何违法交易的。对对对，我们呀都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。湘东项目还有汇丰项目，你都是主负责人吧？这2个项目的背后都暗藏着非法交易，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警察同志，这些项目都是别人介绍给他的，他……对对对，虽然我是主负责人，但是这个项目有什么话跟我们回警察局说吧。不是警察同志，那个这是妈，走啊！警察同志，雪儿，行了，慢点。爸妈，他怎么样了？参与非法交易的罪名几乎坐实了。律师说，3、5年的牢狱之灾，怕是逃不了。妈这一辈子锦衣玉食惯了，她身体又不好，她怎么能受得了这种罪？我要想办法去救她。白子，都事到如今了，你怎么还是不相信怀风说的话呢？他说过，只要那个契约一旦撕毁，咱们傅家
就会陷入无尽的苦难。妈呀，这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我们只能去找怀风帮忙。难道真的是因为我解除了跟江怀风的婚约？我相信，这些年来，怀风对你还是有感情的，要不然，当年他也不会冒着危险去救你啊。救我？什么救我？不是，怀风没跟你说吗？哎呀，6年前咱们家不是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吗？当时你在外出差，不幸遭遇了地震，陷在了一个废墟里，是怀风找了你3天3夜，才把你从废墟里拉出来的。怎么会是江怀风？救我的人不是苏明吗？当时你伤得很重，连医生都说你可能救不活了。情急之下，是怀风用自己的双眼献祭，才把你的命给保住啊！而且，怀风还帮我们家解决了经济危机。宁雪，你醒了。宁雪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来救你了。宁雪，宁雪，是你救了我。爸，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你告诉我这都不是真的，这是不是你为了骗我，让我低头说出来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说孩子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爸骗你做什么呢？我特意派人去调查了一下这个苏明，你好好看看。等你想清楚，爸就带你去见怀风。只要你肯求他，我相信这么多年对你的感情，他不会坐视不管的。傅家的财产没了就没了，爸无所谓。但是你的命，爸无论如何都要帮你保住。雪儿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江怀风他竟然找人打了我爸妈，他们都重伤住院了。苏明，这就是你说的，你爸妈重伤住院，一个还能在赌场活蹦乱跳，一个在商场各种购物，还能包养大学生。帮我查一下，苏明在哪儿？我听说宁雪快要病死了。死了又怎么样？反正这些年我在他身上得到的，已经足够我们家人逍遥快活过一辈子了。你为了他，连这双眼睛都搭进去了。不过，现在外面都在传，傅家马上就要完蛋了。傅家完蛋了，妈，难道你不懂吗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。那他会不会突然反悔，又跑去跟那个江怀风恢复婚约呀？恢复婚约又怎么样？就算他俩结婚了，我也有的是办法。我为他傅宁雪瞎了一双眼睛，傅宁雪这个蠢货，他不可能不管我。妈，他爱我爱得要死啊！啊！还是我儿子厉害，3言2语就把傅大小姐哄得找不到北了。傅家女婿的位置，迟早是我的。谁？阿明，是傅小姐。宁雪，你不是去医院养病了吗？这怎么？你爸妈不是被打得下不了床了吗？傅小姐，是我提前出院了。对，宁雪，是我们提前出院了，
可是他的伤还……还在撒谎？你知不知道，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骗我。你，看来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啊！宁雪，你对我爸做了什么？你不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把一个人打成重伤吗？那我就借你爸来教教你。爸！宁雪，我想我们之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就算有什么误会，我求求你放过我爸爸。是啊，傅小姐，就看在阿明曾经救过你的份上，救命之恩。你确定你对我有过救命之恩吗？这些事情要不要好好解释一下？你不说，好，那我就让你妈妈来说。我说，宁雪，之前都是我撒谎。我说江淮风找人打了我爸妈，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导自演。还有呢，一个字都不许少，继续说。还有，傅家祠堂的火也是我放的啊！但是宁雪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只是因为爱你。我记得江淮风跟你有婚约，还能成为傅家的女婿啊！爱，再让我听到这么可笑的字眼，我马上弄死你！继续说。还有，你的救命之恩也是我冒领江淮风的，他在山上找了你3天3夜，才把你救回来的。傅宁雪，你这些年都做了什么？还有这些年，江淮风他对我什么都没有做过，这一切都是我编造出来的。但是宁雪，我只希望你恨他，能多在意我一些。我觉得有江淮风的存在，我这辈子都当不了傅家的女婿了。阿明，傅家的女婿，你也配？来人，把他们一家3口给我送到精神病院，这辈子都不许出来！宁雪，我求求你，看在我们之前的情分上，你网开一面，放过我们，好不好？是啊，傅小姐，只要你放过我们，我们肯定会彻彻底底消失的，再也不会打扰你的。啊，快走！宁雪，不要宁雪！傅小姐，傅大小姐饶命啊！傅大小姐，宁雪，你确定你要对我这么绝情吗？这就是你欺骗我的下场，带走。傅宁雪，你真觉得是我害你失去江淮风的吗？你真觉得是我害你失去江淮风的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儿你怪不了任何人，是因为你对他一点信任都没有。但凡你对他有一点信任，怎么会被我3言2语去挑拨呢？闭嘴！我说错了吗？正是因为我冒领了江淮风对你的救命之恩，你才一次一次因为我去伤害江淮风。就算你现在因为这个救命之恩去做江淮风的舔狗，你觉得他会领情吗？我让你闭嘴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我不闭嘴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傅宁雪，你已经改变不了任何了。江淮风是一定不会原谅的。带走。我告诉你，傅宁雪，你就是一个可怜的傻子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只要你稍微查证一下，就能得到的真相，你被蒙在鼓里好几年。把他给我带走！是因为你对他一点信任都没有。但凡你对他有一点信任，怎么会被我3言2语去挑拨呢？是一定不会原谅你的。你就是一个可怜的傻子。江淮风，你真的不会原谅我了吗？老许啊，我老傅啊，
最近，喂，爸，醒了，快坐，快坐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爸，这是在哪儿？我们怎么在这儿？公司破产了，负债累累，我名下所有的资产都被拿去强行抵押了。你也知道，我身上也没什么钱，所以就只能在这个小酒店。都怪我，是我被人蒙蔽，才会一意孤行，做出那样的决定，还把我们傅家害成这样。我现在就给江怀峰打电话。丰氏集团千金将于下月跟江氏、江总关于他们俩的婚讯，已经在热搜上挂了一整天了。不会的，一定不会的。怀峰只是为了气我，他才会找来风雨陪他演戏的。他怎么可能真的跟他结婚？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把我拉黑了。孩子，不仅仅是你，我们这边所有人的联系方式，他都给拉黑了。他这是真的，想要跟我斩断一切联系。雪儿，你别激动，医生说了，你现在病非常危险，绝对不能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啊，孩子。而且什么？而且可能熬不了太久了。孩子，不灰心啊，咱们还有机会。只要他们俩没有结婚，我们就还有机会啊！对，我还有机会。我跟怀峰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不信他能真的说放下就放下。只要我稍微哄哄他，他一定就能回头的，对不对？哇，江总，您不仅这么年轻有为，还这么阳光帅气。这件西装简直是为江总量身定制一样，非常适合您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新娘来了。不是冯小姐，她穿婚纱干什么？她是谁呀？她来这干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嫁你啊，怀峰。我有未婚妻，你嫁我干什么？怀峰，你不要再跟我说气话了。我已经意识到我自己这些年因为宿命做了多少伤害你的事情，不过我已经惩罚他了，往后我跟他也不会有任何联系。怀峰，以后我们……真没想到，傅小姐居然喜欢上演迟来的深情这一套。不过抱歉，我不吃这一套，请你赶紧离开，免得我未婚妻不高兴。怀峰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一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，我也不会辜负你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怕了，你是承担不起如今的后果。不是的，是苏明他骗我，他冒领了当初你对我的救命之恩。怀峰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一年是你救了我，如果我知道，我一定……够了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就没必要去做这种无聊的假设了。请你赶紧离开，我还要跟我的未婚妻试婚纱呢。你说过你非我不娶的，你一定是还在生我的气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能原谅我？怀峰，我快要死了，
难道真的舍得眼睁睁的看着我死掉？跟我走，跟我结婚，好不好？怀风，我就知道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这婚纱真漂亮，我很喜欢。你真的好美啊，你喜欢就好。明雪，你看，这是我给你设计的婚纱，好看吗？江淮风，你能不能不要总为了这种事情来烦我？风大小姐可能还不知道，你身上的这条婚纱是怀风当初为我设计的。是不是为你设计的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这婚纱上的1314颗钻石是怀风亲手镶嵌上的，这些钻石勾连起来是 FY 两个字母，也就是风雨的意思。是，曾经我是想把我的一切都捧给你，包括这条婚纱，确实是我亲手设计的，但不是设计给你的，而是给一个真正爱我的、真正坚定站在我身边的人。怀风，我都已经说了，我是被宿命蒙蔽了双眼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如果你对我的这种信任这么轻易就能被挑拨，那这种信任不要有吧。来人，来人！怀风，你真的不爱我了吗？把他请出去。傅家完了，我也失去了一切，就连我这条命也快保不住了。怀风，怀风，你帮帮我，怀风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带走。江怀风，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我们之间的情谊，在你面前，情谊，你也配？这些情谊不都被傅小姐你亲手葬送了？带走。江怀风，你跟风雨是不会幸福的。你们如今的这一切都是假象。你跟我有过婚约，而且又没有足以跟风家相配的身世，风家是不会接受你的。风雨，其实，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疑问：你为什么会选择我成为你的未婚夫？据我所知，在京城，跟你们风家并列第一的程家，这么多年一直在向你提出联姻。我嫁的是一个人，又不是一个家族，家族又如何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至于我为什么选择你，难道是因为高速公路上误打误撞的救命之恩？不完全是。那是……你还记得10年前在泳池边，你救过一个人吗？原来是你。那一天，我不慎脚崴了，跌入了泳池，差点溺死在泳池里。幸好你及时出现救了我，没想到10年后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这救命之恩，当以身相许；2次救命之恩，更当真心相待，长相厮守。风雨，我江淮风虽然没那么大本事，但就在你坚定的选择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我要尽我所能，给你最好的一生。相信。风大小姐，您的电话。怎么了？是父亲，他可能回国了。爸，
带江淮风回家一趟。我父亲让我带你回家。那你皱什么眉头啊？不就是去见家长吗？你怎么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？你不知道，这些年我父亲一直想让我跟程家联姻。自从我跟你公布了婚讯，他就一直打电话让我跟你订。不好意思，麻烦先出去一下。风云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当然不会听他的，这是我结婚，凭什么他可以决定？这不就得了吗？只要你选择我，我什么都不怕。长老，这颗玉石从今天早上开始就一直闪个不停。如果这块玉石开始发光，这正说明我们的店主已经恢复神力了。我们很快就能赢回我们的店主了。等去感应，店主现在就在京市，速速集合神殿所有人，跟我一起去赢回店主。是。长老，他们面色匆匆的，这是出了什么事吗？哦，我们的店主已经完成历劫，恢复神力。现在我正要去带他们赢回店主。长老，我非常敬仰我们的店主，他创下这个神殿之后，他一直用自己的恩德庇护了这个城市。我们程家也是因为这个福报发展的顺风顺水，所以能否让我跟随一块迎接咱们的店主啊？好，你有这份心，那便随我一起去吧。多谢长老。洪叔说，咱们两家联姻，到上经济实力，直接飞起。爸，封家好像还没同意这门亲事吧？这是封家，何时轮到你一个外人来说话？风雨，我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看，我今天呀是来下聘来的，跟你结婚至少得拿出点诚意。可你看看你旁边的江淮风，他给你什么了？就连来拜访封家，竟然都空着手。是啊，怀风，虽说风雨喜欢你，还公布了跟你的婚讯，不过这并不代表你能坐稳封家女婿的位置。哥，风雨，我们都是为了你好。你看，想跟你结婚的豪门公子哥那么多，你却偏偏选上了他江淮风，我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值得你喜欢？你，风雨，他们说的对，我若真心想娶你，就得拿出诚意。放心，让我自己来。风雨，你也知道，他拿不出什么诚意，对吧？他江淮风跟我根本就没有任何可比性。我程家可是京城唯一一家能跟封家并驾齐驱的豪门，而他江淮风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公司更是常年处于亏损状态。你闭嘴！我的未婚夫，何时轮到你来指点？陈厅不能指点，那我呢？陈厅不能指点，那我呢？爸，我就风雨一个女儿，从小到大都把她捧在手心当掌上明珠。我封家绝不可能让她嫁给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人。今天请江先生过来，就是希望江先生能够配合陈清和风雨的婚事是一场闹剧。我不同意。爸，从小到大，我几乎都是按照你的规划去努力。我努力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强人，我努力当一个乖巧懂事的千金。但这次，这是我的婚事，我必须要自己做主。风雨，我们不能走，我一定会让你的家人接受我的。江淮风，不是你到底哪儿来的信息呀？啊，你在我程丁面前，你觉得你有胜算吗？先不说别的，就说你这两手空空的，
你到底是怎么好意思的呀？我要是你啊，我连这个门我都不敢进。风叔叔，虽然我江怀峰没什么卓越亮眼的身世，但我和风雨是真心在一起的，而这个是我带来最大的诚意，还请您收下。江怀峰，石头，你所谓的诚意，就是一块破石头啊！啊，你要是送这种礼物，你大可不要送，你简直丢人现眼呀！你这谁说是一块石头？谁说它只是一块石头？江怀峰，你说你摘了墨镜，怎么还是一样瞎呀？这不是一个石头，还能是什么？风叔叔，此乃千年玉石，承载了无尽的气运，只要将它放在封家，可保封家永远平安，而且事业一方面也会更上一步。江怀峰，看来真是我小瞧你了啊！我原本以为啊，你就是一个一事无成，不过我现在看来啊，你这胡编乱造这本事啊，倒还真挺大的。你不去写短剧，真是可惜你这个大聪明。闭嘴！怀峰说他是千年玉石，他便是。风雨，你怎么变成恋爱脑了？是不是他一会儿告诉你他是什么天神，你也信？哥，够了！我不管这是不是千年玉石，也不管是不是如你所说如此神奇，我们封家都不需要。现在，请你带着你的玉石离开，从今以后。不要再跟我们风雨有任何牵扯和瓜葛。风叔叔，风叔叔让你离开，你没听懂吗？赶紧带着你的破生骨滚蛋！程定，你要再敢对江怀峰不敬，你信不信我让你站着进来，躺着出去？风雨，你去把玉石给我捡起来。玉石？你还真会给这个破石头贴金啊！我为什么要捡？我就不捡。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摔了玉石者，轻者浑身瘫痪，重者吐血而亡。哎呦，是吗？那我真的好怕呀！江怀峰，你真当我陈定是吓大的？还浑身瘫痪？哎！我的腿，我的腿，我刚刚已经给过你捡取玉石的机会，可是你没把握住，这就是你咎由自取了。什么咎由自取？你是不是对我使用什么邪术了？风叔叔，他一定是使用了什么邪术，不然我这双腿本来好端端的，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没知觉了？我劝你最好现在闭嘴，不然一会儿下场会更惨。风叔叔。这块玉石本就是千年之物，承载了无尽的气运，敬玉石者将会好事发生，万事顺遂。当然，不敬玉石者也会得到惨痛的惩罚。什么严重的惩罚？我看呀，就是你在招摇撞骗。你赶紧给我把我腿治好了，否则程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今天谁来都救不了你。江怀峰，老爷，程董事长带着一堆人来了。那些人看着不像是我们圈内的人。哼，来了，张怀峰，听到了没？我爷爷带人来了。我可是程家唯一继承人，你敢算计我？你觉得你今晚还能活着离开封家吗？你最好现在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再给我把腿治好，否则我定饶不了你。我还真挺好奇，你爷爷带人来封家干什么？还能做什么呀？当然是来帮我提亲的。我程家可是名门，做什么都讲究个台面。不像你这种下人，这根本上不了台面。到时候是谁上不了台面，还不一定。把陈董事长请进来。是，老爷。这些人看起来有点势头。爷爷，爷爷，你可算是来了！你一定要为我主持公道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跪在这儿？是他，爷爷，就他算计我，害我双腿没有知觉的。江怀峰，
我劝你啊，你赶紧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我还能留你一条贱命。这位年轻人的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气场？爷爷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赶紧找人给我打死他！我要看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的下场。神主，他是神主？什么神主啊？神主！爷爷，这干什么呢你？你怎么能给一个废物跪下呢你？什么废物？他可是神殿寻找了上千年的神主，怨不得废了你的双腿。你冒犯了神主，这点惩罚还是轻的。神殿，就是被大家封为圣地的神殿，一堆富豪挤破脑袋也想获得一席之地，以保平安的那个神殿。他早上的时候跟我说过，今天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家人来访封家，所以这就是他说的特别的家人。神主，终于等到你恢复神力了。今天我携众人前来恭迎神主回归，请神主主持神殿的大局。怎么可能？江怀峰就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怎么可能是神主？这不可能！爷爷，一定是他找人演的戏，你可不能被他骗了呀！住嘴！你再冒犯了神主，就是有10条命，我也保不了你。神主，我这个孙子实在无脑，若有得罪的地方，还请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今天是我未婚妻带我来见他家人的日子，我也不想把动静闹得太大。我明白了，神主，我这就带这个小可爱离开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保证您和封总一家人的团圆。来人，把这个小可爱给我带走。怎么可能？他就不是神主，爷爷，他就是个废物呢！蠢货，你知不知道咱们程阳这么些年的荣耀，都靠着神主的屁股才一直延续下去。你再敢冒犯神主，我一定把你赶出程家。带走。神主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回去管教这个孽子。孽子不懂事的地方，还是我替他向神主赔罪。告辞。神主，那我们也先回去了。神殿随之恭迎神主回归。恭迎神主回归。放心，神殿是我一手创办，我不会不管的。风叔叔，这块玉石还是请你收下。虽然我江怀峰没有那么多财富，可这块玉石却承载了我全部的气运与感念。只要将它放在封家，可保封家万事顺遂，前程更加坦途。虽然你是神殿的神主，不过你要想成为我们封家的女婿，可没那么简单。哥，你先别说话。他江怀峰如果真心实意想要娶你，就该自己做表态。我是真心想与凤羽结婚的，无论叔叔跟大哥对我有什么考验，我全都接受。那就把这份协议签了。这是。爸，我是真心想跟怀峰结婚的。我既然认定这个人，同时也会无条件的信任他。你们现在让他签这种不公平的协议，我真的……凤羽，这份协议不签。可是，我特别理解叔叔跟大哥他们的担心，这对你也是一种保证，不是吗？只要他们能安心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而且除此之外，我会将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你的名下。虽然这些财产对于封家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，可是对于我来说，它是我的全部。
我就是要让他们看见，让他们相信，我想娶你的决心是认真的。叔叔，这份协议不会是拿错了吧？这一开始啊，就是对怀风的一场考验。现在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决心。考验？该不会你们一开始对他的抗拒和拒绝都是考验他吧？难道不应该吗？如果一个男人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就打了退堂鼓，那么这个男人又有什么资格娶你啊？不过江怀峰他确实扛住了我们的考验。叔叔，哎，叔叔，你刚才一进门可是叫我爸。我们封家的股权都交到你手里了，现在倒叫起叔叔了。爸，大哥，但这份协议我还是……不要拒绝。我不管你是神殿的神主，还是什么更厉害的人物，你在我们封家永远只有一个身份，就是封家的女婿、家人。既然如此，就收下这份礼物，正式成为我们封家的一份子吧。行，既然爸都这么说了，我签。这一次，我好像是真的拥有了一个属于我的家。这家长都见完了，我再带你去个地。什么地方？哇，好漂亮的廊坊啊！风雨，这里是？怀风，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喜欢花的，只是当时因为傅凝雪的一句话，你放弃了。凝雪，这是我特意让人为你准备的花房，送给你。我不喜欢，我不是跟你说过阿明他对花粉过敏吗？江怀峰，你这是变相想要害阿明的命是吗？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是啊，我曾经确实是为了不值得的人放弃了不应该放弃的。不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对你是蓄谋已久啊。风雨，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还是怨的，不过后来我也想明白了，其实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时候遇到的那些糟糕的人和事情，其实是为了让我们遇见更好的人、更好的事情。怀风，其实你一直都很好，你当然值得遇到更好的人和更好的事。风雨，我真的很幸运，在这破碎的一生中遇到了你。怀风，我真的已经快要死了，你还是不愿意来看看我吗？哪怕是一眼也好。江总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您可以下去了。谢谢，我这就下去。电视声音太吵了，我给关上。爸，我有点饿了，你能帮我去买点吃的吗？爸，你快去吧。好，爸给你买菜还吃啊。
也许这一切真的从一开始就错了。江淮风，下车！下车？老天爷，你赢了！我这24岁大考终于是过了。